心里，我只是寻找巫医大叔的一件工具吗？从长安到黔州，王爷对我所有的关注都是为了这块石头坠子吗？查我的身世，用家人威胁我，我的存在对王爷来说，到底算是什么？石坠事关重大，我不得不查。但无论如何，是我亏负于他。也许，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缘分了。大人，这才刚下过雨，您就着急出门，何不等天晴了再走？我虽说此前从未与安郡王面对面的打过交道，但从他以往对待州府刑狱事务的态度来看，此人在做任何决定之前，必会将相关一切了解透彻。此番他竟将查私铸铜钱一案一股脑交给了我这心里真有点七上八下。黔州毕竟您管辖的地界，安郡王初来乍到，行事不便，把案子交给您来查办，也是情理之中的。你知道什么？他萧锦瑜行事从来就不按常理。那咱们要如何应对才好？先回州府衙门再说吧。撤！看仔细了，记脑子里。这不是那个新任黔州进奏使沈瑜吗？我告诉你，此人一到京就给我盯紧喽，尤其是他与些什么人接触。是。孙明德在。再去查查那些底单。如归楼的底单查什么内容？任何有关西南的内容和黔州的内容。师傅怎么想起查这个？少问。哎。总觉得里边有点不大对劲。哎，西平公主府、薛府、景府和三法司几处都给我盯好了。是。萧衡之事，哼！我既说他萧衡是个死人，他就得给我死透了。是。锦瑜和景离都还年轻，我不求他们闻达天下，只求他们一世平安。怎奈何朝中风云变幻，我身在朝外，实在是力不从心，还望先生能够多加照拂。公主言重了，在下定当尽心竭力，以报公主厚爱。现下我有一疑问，还望先生能替我解惑。请公主赐教。先生已官拜兵部尚书，可听闻西南军中有什么消息啊？西南军中？公主指的是黔中道冷大将军？近日不曾听朝中提起过西南。公主，您想打听西南军中什么消息啊？任何不同以往的消息。不同以往的消息？此事关系重大，还望先生在兵部多为我留意。公主的担心，在下明白。公主且请放心，在下一定会想法子探清楚的。有劳薛先生了。爷爷，都怪我不好，是我害了楚家。说什么傻话呢，楚丫头！老天爷偏巧让咱们楚家遇到了你娘的事，这说明咱楚家命中就有你这个闺女，这也是咱们一家人的缘分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跟爷爷说说，爷爷绝不会任人欺负你。不是的，爷爷，他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大人，他是安郡王。啊，安郡王？你是说，在朝里统管3司衙门，执掌整个大唐刑狱事务的安郡王？安郡王，都怪我得意忘形。他这样的身份，连刑部尚书大理寺少卿都得乖乖听他的话，我却把他给气成那样，都是我的错。楚楚，一会儿我去求他，他要是有什么不痛快，我就让他冲我来。爷爷，爹，哥，我的命都是楚家给的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们一直都在保护我，为了我担惊受怕，还受了那么多闲话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我自己惹的祸就得自己担。这次我一定保护好楚家。楚姑娘，锦瑜要见你。丫头别怕，哥陪你去。锦瑜只要见他一个人。这是我家。楚河，哥，你放心，我能行。楚楚拜见安郡王。抬起头来。看着我。你的出身，我今日已经核查清楚。根据你合级考试的成绩，可予以仵作资格。不日即可签发相关文书。仵作资格？我是曾经对你说过一些谎话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没有骗你。你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好仵作。自我在考场上见过你之后，便想留下你了。但是楚楚，当官当到我这个份上，是步步如履薄冰，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身边无数人的安危，所以我不能凭一己喜恶来做选择。你身上有诸多我解不开的疑问，我非是不信你，我只是必须慎之再慎。我想要留你，就一定要了解你的一切，为了他们，也为了你。为了我？哎，锦云真没事啊？没事啊，他就是累过头了，加上又被人气到了，好好休息休息。不过他刚刚不还好好的吗？谁给他生这么大气啊？哎呀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不是，你医术行不行啊？他一路上脸色就没好过，要不我去镇上再请个郎中来好好看看。哎呦，真没事儿，你别瞎折腾了，你就劝他好好休息吧啊！哎，不是，哎呀，我不放心呐，他身子骨怎么还这么弱呢？都气吐血了。哎，你说，我给他弄点什么东西好好补补？你在这儿多照顾他就行了。不是，那我给他补什么呀？总有人说我算无一策，其实我不过就是在决策之前知道的多一些，消息越多越细，据此做出的排布才越周全。幕后贼人的动机我至今无从知晓，你又藏着诸多事情不肯与我坦白。我这一路上无时无刻不在悬着心，夜不敢寐，唯恐因为对你了解不足而不能筹谋周全，失算分毫，就让你陷入我无力挽回的险境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你不肯对我说，我不怨你，但是我必须通过其他方式调查清楚。我知道这般行事必会惹你不快，但是与你的平安比起来，我宁愿被你讨厌。没有，我没有讨厌你。你都以为我要以楚家的性命要挟你，还要怎样才算讨厌？你对我已全无信任，强留你在我身边，对你我都没有益处。明日我便会为你签好证明仵作身份的文书，
想去何处当差，我都可以为你举荐。不是这样的，王爷，我没有讨厌你，我只是……王爷，你太好了，聪明公正，尤其是办案的时候，整个人像在发光，耀眼的像太阳一样。你这么好的人，对我又那么好，除了楚家的人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我只是害怕这些都是假的。楚楚，我对你好，是因为你值得如此。王爷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只想跟着你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干，我一定信任你，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不必了。王爷，不必再考了。真的？你愿意跟着我，我求之不得。又不信我？信，我相信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一定成为天底下最好的仵作。那楚家的事也不再追究了。起来吧，为我办一件事，办到，我便不追究了。王爷，你说，我一定办到。我要喝鸡汤啊，汤色要清澈，不能见血沫，不能见油花，汤要浓又要清淡，办得到吗？能，我这就去办。哥，丫头，当真没事啊？是我太笨了，我冤枉了王爷。不过幸好他原谅我了，我能跟着他当仵作，楚家就不会有事了。哦，真是太好了，像做梦一样。那你想好了，以后就跟着他了？那是不是跟他回了长安以后，就再也不回来了？当然不是，这里是我家呀，我怎么会再也不回来了呢？哥，这里永远都是我的家，我会跟着你一起孝敬爷爷和爹，我也会努力当仵作，绝对不会给楚家丢脸的。哎呀，在说什么呢？哦，没事，爹，爹，炖鸡汤呢。啊，赶紧的，赶紧的。楚姑娘还有这样的身世，听楚家人这些话，既觉得她可怜，又觉得她挺有福气的。都说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楚家日子过得如此清苦，还能这样善待一个毫无利益关系的孤儿，真可让那些整日里兄弟戏强、手足相残的高门大户汗颜了。也只有楚家这样的人家，才能教出楚楚这样正直、无畏的姑娘。是啊，倒是你说你啊，他惹你生气，你骂他一顿不就行了？怎么还能把自己气成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啥？唉，现在想来也没什么好气的。当初我让锦衣去查他的时候，就知道，日后他定会怪我。意料之中的事，本不该有如此反应。哼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让大哥见笑了。我还能笑得出来？都快被你吓死了。我看你就是太累了，等于说你得好好歇几天。我看咱们还是回县衙住吧，那里条件好，方便养病。不知道锦衣那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待与他问问情况后再说吧。还没有找到许如归的下落吗？暂时还没消息。秦州的那几个人都没问出什么吗？他们都只是奉命办事，只知道要杀我，擒住楚楚。至于为何如此，他们也不知道。关于许如归的身世背景，他们也是一概不知。锦瑜，有句话现在说可能不是时候，不过大哥，若连你说话我都要猜一半，
那我真是要累死了。呸！什么死不死的？我是想说啊，既然楚姑娘为人这么简单直率，身世也没什么蹊跷，那她怎么就不肯说出咱们父亲的事呢？进来吧。王爷，那你们说话，我出去看看。哎，萧将军，厨房里还有好多鸡汤，你也盛些尝尝吧。好。楚丫头这事儿在心里藏着掖着这么些年，今儿个总算是说出来了。千想万想也没想到是这样说出来的。好在楚丫头能讲得通，也好在安郡王通情达理，往后还能跟以前一样，真是太好了。哪儿还能和以前一样？你说啥？爹，楚丫头现在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那肯定不可能和以前一样。她现在是没细琢磨，等她想明白了，她肯定想找她亲爹去。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当年他爹家里遭了灾，人都没了，他娘才逃难到这儿的。那他还有其他亲戚呢？到底血浓于水，他要是想去找他的亲戚，也应该。爹，丫头是您亲手救的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您舍得吗？不舍得又能怎么样？总不能拦着他，不让他去认吧。当初收养他是看他无依无靠，太可怜。这些年来，也从没想过图他什么。只要他过得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爹，不是说图他什么，我有个两全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我把丫头给娶了，那楚丫头就是咱楚家的媳妇儿了。不管她认不认本家，她都是咱楚家的人了。楚河，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吗？不是爹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是，但为了留下她才想的这个法子，我是真心喜欢她。你是啥时候有的这个心思啊？不知道，我打小就知道她不是我的亲妹妹。我可怜她，对她好。但是前些日子，她说要去长安考试，您和爷爷就跟她商量过，说如果长安的衙门也像其他衙门一样，不让女人考的话，那就等她回来，找一个待她好的人成亲。那个时候，我就希望那个待她好的人，如果是我就好了。楚河，你要真有这个心思，也得楚丫头愿意才行啊。我知道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会对她好一辈子的。哎，萧将军，可是需要什么东西啊？我来盛碗汤。哦，火上煨着呢，我去盛。哎，不必了，突然想起来还有事儿，你忙您的。哦。此事便只能如此处置了。安郡王和景少卿离京也有些日子了，差不多该到黔州了吧？景阁老可有收到他们什么消息了吗？哪有什么消息啊？安郡王的行事作风，王尚书你是知道的。在传消息的事上，对手下约束极严。景义从离京到现在，一封家书都没来过。这倒也是。自严明一案查出凶手之后，安郡王也不知道在防谁，
把三法司围得铁桶一般。金阁老，诸位，我在严明死后曾听人提起，严明生前曾在席间口出狂言，说他找到了先帝武宗之子昌王还活着的证据。哎，薛尚书，你不也听说过这件事吗？啊，我是有所耳闻，不过，都是一些人醉酒之后的胡言乱语罢了。哎，据我所知，严明那个人可从不胡言。若真有此事，严明必是因此招致杀身之祸的。韩尚书，命案的事情还是你清楚啊。你说什么呢？这个案子我怎么能清楚呢？这是人家安郡王办的案子，他说了多少我就知道多少，诸位也都听见了呀。可当日安郡王说那凶手在大理寺狱中服毒自尽了，这严明到底因何被杀？直到安郡王离京之前，这也没个下文呢。这安郡王此番轻车简从前往西南，说是去西南寻找当年遇难的驸马，这莫不是什么？哎呀，薛尚书怎么还不明白？这黔州可是昌王旧时的丰邑之地呀。师傅，王军说昌王还活着。昌王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简直荒谬！这种事也能信口胡说的吗？不瞒师傅说呀，徒儿这2天在宫中也经常听到诸如此类的传闻，也是觉得荒谬至极，才没报给师傅您知道。而且咱们在宫外的人也传来了消息，说萧景瑜那个侍卫长吴江，这些日子行迹诡秘，你都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。难不成萧景瑜压制严明的案子未结，就是当在了昌王这件事上？越说越荒谬了，我看都是活腻歪不要脑袋了。真是的，昌王，一个已经薨逝多年的人了，怎么突然就掀起这番波澜呢？去，宫里也着人给我查，看看这传言到底是从哪儿生出来的。啊？去！哎，难道这萧景瑜去黔州还有别的目的？王爷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都是没娘的孩子，就因为没有娘，好多人都欺负我。现在我知道我娘是谁了，虽然再也无法与她相认了，但我知道她在那儿，心里有块悬了很久的地方就踏实下来了。王爷，谢谢你。我知道你一定很想找到你爹，虽然我答应过巫医大叔不会把他的事情告诉别人，但你既然是他的儿子，应该不算是别人吧？你猜的都对，给我讲故事的和送我石头坠子的人，就是巫医大叔。我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唯独这个坠子，跟了我许多年。今日把它赠送于你，留个纪念吧。纪念？为什么要留纪念啊？巫医大叔，你要离开这儿吗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能去哪儿啊？哪儿也不去。你收好它。我一定会好好收着的。另外，你要切记，
不可以对任何人。我记得，绝对不跟任何人提起您的事。5年前，他失踪了。这个就是他当时留给我的。已经5年了，这封信我一直留在身边。巫医大叔，人呢？说好了今天来听故事的呀。楚楚，我有急事出趟远门，来不及向你当面道别，便在此别过了。你好生学习手艺，相信事在人为，你定能有机会当上仵作。我以为巫医大叔办完事就会回来，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回来。我从小就认为，这世上真的有玉面判官，我想带玉面判官回来。我一直以为，只要我能找到玉面判官，就能知道巫医大叔去哪儿了。王爷，我真的就只知道这些了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只知道这些，能找到巫医大叔吗？我一定会找到的。我相信你。楚楚啊，爷爷。王爷，多谢安郡王宽仁，出家无以为报，但有差遣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老先生言重了。楚楚啊，有样东西，爷爷想交给你，这是你娘许氏随身的东西。当年我给她入殓的时候啊，我嘱咐别人悄悄从你娘的发髻上取下的，本来想等你出嫁的时候再给你，也算是你娘给你送嫁了。现在既然把这事儿说开了，也是交给你的时候了。谢谢爷爷。科普让我看看。我对你娘的事知道的不多，从前也没有人说起过她。只是那天晚上给你娘入殓的时候啊，我匆忙地见了一面。她人长得俊俏白净，瞧着就是大户人家的夫人，就是瘦了些。想来她夫家遭灾之后啊，她一个妇道人家，一定是吃了不少苦。楚楚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娘怀你好几个月，才有了你的今天。就算是后来她带着你去寻短见，她一定是有过不去的坎儿，你可别怨恨她呀。爷爷，你放心吧，我娘她一路怀着我奔波到这里，一定是想好好生下我的。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们都当了几个月的母女。以前我不知道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以后我都会在心里好好记着她的。我家的楚雅都长大了。爷爷，你放心吧。你放心，爷爷放心。楚楚，不知除了这簪子，家中是否还有楚楚母亲其他的遗物？当初许家叮嘱，许氏的东西都要随着许氏下葬。王爷是看出什么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晚辈只是随口一问，老先生莫要放在心上。啊，好，好。王爷，你是在画这簪子吗？画它做什么？这簪子不像是寻常百姓家里的东西。
不过，我对这些女子用的东西知之甚少。我把她的样式画下来，让经理查一查，兴许能找到你父母身份的线索。我父母的身份？你不想知道你生父是谁，也不想知道他当年遭遇了什么，才使你娘不得不逃难至此吗？我生父，他不是遭了灾吗？王爷，你是在怀疑什么吗？我只是有几分疑虑。你出生那一年，大唐剑南道一带不曾有过什么天灾，足以使一族人尽受蒙难，所以应该不是山洪、地震一类的天灾，也许更有可能是人祸。人祸？什么人祸？你先别着急，眼下只是我的一点猜测，待查实你父母身份后，自然就水落石出了。晚些时候，你与我一起去县衙查查户籍册。许家既是大户人家，户籍记录应该十分详实，不难查出你母亲当年嫁与何人。若你生父家当年遭遇的事真的有蹊跷，我一定会彻查到底。谢谢王爷。王爷，既然巫医大叔是你的爹，那你知不知道六扇门到底在哪儿？玉面判官到底是谁啊？怎么，才刚进我三法司不久，就惦记着改换门庭，另谋高就了吗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是真心想给你当仵作的。玉面判官再好，可他不是你，他从没有说过我是最好的仵作，也没有不顾自己的安危冲进大火里，没有亲手为我做过验尸工具，没有一点都不嫌弃地住进我的家里，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我的家人。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刑狱官必须为仵作做的，是你特地为我做的。看来日后不能让你跟锦衣、冷月他们厮混了。这才多少时日，就被他们教的脸皮这么厚了。反正我知道你对我好，特别好。王爷，只要你一日还肯留我，我就绝对不会去给别人当仵作的。那还说什么六扇门，什么玉面判官的？我就是好奇，我想知道。我从小就听巫医大叔讲六扇门的故事，要不是因为想要找到玉面判官，想要到六扇门当仵作，我也不会有勇气去长安，也不会遇到你。而且，你真的太像玉面判官了。可是，你说的也对，我最早听说玉面判官的故事，才6岁，可那时你也还是个孩童啊，你不可能是玉面判官的。就算巫医大叔是你爹，他也不会在那个时候就知道你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呀，真是太奇怪了。没什么好奇怪的，不过是些阴差阳错的巧合罢了。巧合？我已经仔细读过你给我的手札，其中许多故事我之前都有见过，只不过我看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还不是传奇故事，而是真正记录在卷宗中的案件。真的？那这些案子是谁办的？办这些案子的人不就是神捕了吗？不是，他们都是我父亲早年在朝中当御史时查办的。那巫医大叔岂不就是？他不是。这些故事里的玉面判官，应该是他希望能在这世上真实存在的人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问我为什么知道这许多玉面判官说过的话吗？这些都是在我父亲早年留下的手札中读到的，包括三法司的石戒堂，也都是根据他手札中的记录一一实现的。你所仰慕的那位玉面判官，我想应该就是他心目中理想刑狱官的典范，也是他希望全天下刑狱官最应该有的样子。怪不得巫医大叔他跟我说，六扇门的故事都是真的，但却从不肯让我去找玉面判官。王爷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全天下刑狱官最该有的样子。你把这簪子收好。
陛下，您怎么了？什么时辰了？回陛下，3更2点。陛下，您该歇息了。去沏杯茶来，朕把这几个牌子做完了再睡。遵命。师傅，您说圣上他是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会被吓成这样？哎呀，刚才能把他吓成这个样子，9成9是听到关于先帝之子昌王的传言了。哟，我当咱们这位主子多英明神武呢！想当初啊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，人人都觉得他是个傻子。就连马公公都被他瞒天过海蒙在了鼓里，可偏偏先帝爷认准了里头这位是在装疯卖傻，哎呦，可没少变着花样的想弄死他这13叔。谁成想呢，到后来龙爷还真让这位给做上了，一切啊也都应验了先帝爷当年的种种猜测。您说当今圣上该不会是梦见先帝之子昌王活了过来，正夺他江山吧？吹不散，剪不断，没遇见是对你的想念。月光寒，天色晚，尘世间冷暖，唯有你身边，拥抱让我眷恋。闭上眼，又相见，在耳边拂过你的发线。岁月长，情意浅，人世间遗憾，没有你相伴，多远都走不散。你笑这一秒，借我一生来守候，只为你牵挂着此生为预留。人为了，情为了，终于为了你落脚，能借我一生来依靠。远方的此生的美好。